我叫苏妙，来自台湾。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嫁给了北城第一豪门陆家的继承人陆景琛。唯一的缺点是，我老公是个活死人。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偶然翻开一本旧书，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欢迎来到时光书房，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那我们故事开始。3个月前，陆景琛一场离奇车祸，当场昏迷，医生诊断为植物人，苏醒几率渺茫。陆家老爷子不知道从哪找了个大师，说要找个八字相合的女孩冲洗，才能留住他孙子这口气。不幸的是，我就是那个倒霉蛋。更不幸的是，我那个视财如命的继母，为了3000万的彩礼和2个公司专案，眼都不眨的就把我的八字送了过去。此刻，我正穿着一身价值不菲的定制婚纱，坐在一间比我家客厅还大的卧室里。房间里医疗仪器滴滴答答的响，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衬得这场婚礼像一场盛大的葬礼。而我的新郎陆景琛就躺在那张巨大的床上，双眼紧闭，面色苍白。如果不是胸口还有微弱的起伏，简直像一尊制作精美的蜡像。说实话，他长得是真不错，剑眉星目，鼻梁高挺，是我平时只能在财经杂志封面上舔屏的颜值。可惜了，帅哥不会动，跟个高端手办有什么区别？少夫人，该您给少爷擦洗了。一个穿着护工服的中年女人走进来，语气公式化，眼神里却藏着一丝轻蔑。我懂，一个为了钱嫁给植物人的女人，在谁看来都高贵不到哪去。我点点头，接过毛巾和水盆，走到床边。护工莫走，就站在一边，像个监工。我认命地拧干毛巾，开始给陆景琛擦脸。他的皮肤很细腻，触感微凉，擦到他紧闭的眼睛时，我心里那股邪火终于压不住了。凭什么？凭什么我的人生要被这样安排？就因为我亲爸懦弱，继母歹毒，就因为我没钱末世，只能当个牺牲品。等护工一走，我反锁了门，一屁股坐在床边的地毯上，对着床上那个一动不动的男人，开启了我新婚之夜的特别节目——吐槽大会。喂，陆景琛，你听得见吗？听不见也得听着。你说你年纪轻轻，开那么快的车干嘛？想上天啊？这下好了，直接睡到大结局了。还有你家那群亲戚，今天在婚礼上，一个个穿得人模狗样，看我的眼神跟看什么脏东西似的。你那个二婶，眼线都快飞到太阳穴了，跟我说以后要好好照顾景琛，那语气，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他花钱买来的高级保姆呢。还有你那个堂妹陆瑶，一个劲儿地跟我炫耀她新买的限量款包包，说什么是她男朋友送的。我一看，嗨，哎嚯，你说我要不要提醒她一下？我一个人对着空气说得口干舌燥，她自然是毫无反应，骂也骂累了。我叹了口长气，准备去洗漱。就在我站起来的那一刻，我眼角的余光似乎瞥见陆景琛的眼睫毛，好像非常轻微的颤动了一下。我瞬间僵住，以为自己眼花了。我凑过去，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那长而密的睫毛在灯光下投下一小片阴影，安静且毫无生机。是幻觉吧？我自嘲地笑了笑，肯定是今天太累，精神都错乱了。我转身走向浴室，完全没注意到，在我身后，那双紧闭的眼睛缓缓地睁开了一条缝，深邃的眸子里
没有一丝昏迷的混沌，只有一片清明和一丝忍俊不禁的笑意。新婚第2天，我正式开始了我的保姆生涯。早上6点，被护工叫醒，然后就是一系列流程化的工作，给他擦身，活动关节，用棉签润湿嘴唇，再听医生和营养师汇报他今天的身体指标。全程，陆家的人一个都没出现，直到上午10点，我才被管家通知，要去主宅的客厅给长辈敬茶。我换了身得体的长裙，走进那栋金碧辉煌的像皇宫一样的主宅。客厅里，陆家的主要成员都到齐了。坐在主位上的是陆家老爷子陆振华，一个看起来不怒自威的老人。他左手边是陆景琛的父亲陆启明和母亲赵文君。陆启明一脸严肃，他老婆则拿着手帕，时不时地擦一下根本没有眼泪的眼角。右手边就是我昨天吐槽的主角，二叔陆文博和他那位眼线能当尺子用的老婆张兰。他们身边坐着一个油头粉面的年轻人，是他们的儿子陆子昂，此刻正肆无忌惮地用眼神给我做全身扫描。最末席坐着娇滴滴的堂妹陆瑶，这阵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3堂会审。苏妙啊，老爷子先开了口，声音洪亮，既然进了我陆家的门，以后就要守我陆家的规矩，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照顾好景琛。是，爷爷。我乖巧的点头。爸，您就别为难一个孩子了。二婶张兰假惺惺地开口，景琛现在这样，谁看着不心疼啊？苏妙年纪轻轻就守活寡，也怪可怜的。她嘴上说着可怜，脸上的表情却满是幸灾乐祸。我心里冷笑，脸上却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二婶说的是，不过能为景琛冲喜，是我的福分，只要他能好起来，我怎么样都无所谓。这番话说的，我自己都快吐了，但长辈们爱听。果然，老爷子的脸色缓和了不少。只有陆景琛的亲妈赵文君冷哼了一声，别过了头，显然是觉得我这种穷人家的女儿玷污了他高贵的儿子。敬茶，领红包，听训话，一套流程走下来，我感觉比高考还累。好不容易熬到中午，总算可以开饭了。长长的餐桌摆满了山珍海味，我正准备大快朵颐，弥补一下我受伤的心灵。苏妙，婆婆赵文君突然开口，你去看看景琛的营养液挂完了没有？我刚拿起的筷子就这么停在了半空中。妈，有护工在呢。我小声说，护工哪有你这个做妻子的尽心？他眼皮都没抬一下。快去，景琛的事最重要。一桌子人，没人替我说一句话。我默默地放下筷子，站起身。行，你们狠。我回到那间婚房，护工说营养液刚换上，至少还要半小时。我肚子饿得咕咕叫，又不想回去看那一家子虚伪的嘴脸。于是，我从房间的迷你吧里翻出了一桶泡面，烧水，撕开包装，把面饼和调料包放进去。很快，一股廉价但诱人的香味就在这间充满高级消毒水味的房间里弥漫开来。我插起一块紫面，吸溜一口，幸福的眼睛都眯起来了。陆景琛啊，陆景琛，你可真是害苦我了。我一边吃，一边对着床上的人开启了今日份的吐槽。你妈绝对是我见过段位最高的绿茶，明明看我不顺眼，还要摆出一副我是为我儿子好的圣母嘴脸，当着全家人的面给我穿小鞋。我跟你说，这种人在宫斗剧里绝对活不过2集。还有你爸，全程司马脸，好像谁都欠他800万似的。自己儿子躺着，老婆演戏，他倒好，跟个局外人一样。
我看这陆家，早晚要败在他手里。最搞笑的还是你那个二叔，看我的眼神，就差把野心2个字写在脸上了。我赌5毛钱，你这场车祸跟他脱不了干系。我正说得起劲，完全没注意到仪器的荧幕上，陆景琛的心率曲线出现了一个非常轻微的不正常的波动。吃完泡面，我心满意足地打了个饱嗝，正准备收拾残局，手机响了，是继母打来的。妙妙啊，在陆家还习惯吗？他们有没有欺负你啊？电话一接通，就是他那假的不能再假的关切。挺好的，妈。我面膜表情的回答。那就好，那就好。他话锋一转，对了，你爸那个厂子最近资金有点周转不开，你看你能不能跟陆家提一下，就当是帮帮你娘家。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我气得发笑。妈，我嫁的是个植物人，不是提款机，您觉得我这个冲喜新娘有这么大的脸面吗？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你现在是陆家的少夫人，这点小事还不是你一句话吗？我直接挂了电话，不想再听他多说一个字。巨大的愤怒和无力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蜷缩在地毯上，抱着膝盖。第一次在这间冰冷的房间里感到了想哭的冲动，我把脸埋在膝盖里，不想让监控看到我的狼狈。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一声极其细微的，像是手指敲击床板的声音，大，很轻，但在这安静的房间里却异常清晰。我猛地抬起头，看向床上，陆景琛依旧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又是幻觉？不，这一次我无比确定，那声音是从他那只垂在身侧的手的方向传来的。我的心脏开始疯狂地跳动起来，一个荒唐的、大胆的、让我汗毛倒竖的念头从我脑海里冒了出来。他不会是醒着的吧？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像藤蔓一样，在我心里疯狂地滋长。接下来的几天，我开始了不动声色的观察，我依旧每天给他擦洗，活动关节，也依旧会在默人的时候对着他吐槽陆家的那群奇葩。陆景琛，你堂妹陆瑶今天又来我这儿显摆了，说她要去参加什么名媛舞会，问我有没有高级礼服。我真想把我这身护工服借给她，保证让她成为全场最闪耀的星。你二婶更绝，今天拉着我给我介绍各种青年才俊，说我年纪轻轻不能总这么守着。我听那意思是想给我介绍个情人，好把我彻底掌控在手里。这算盘打的我在家都听见了。我一边说，一边用眼角的余光死死地盯着他的手指、眼睫毛，还有旁边的心率监测仪。然而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植物人，毫无反应。那台精密的仪器也再没有出现过任何不正常的波动。难道那天真的只是我的错觉？我不信。女人的第六感告诉我，这个男人绝对有猫腻。我决定要加大药量。这天晚上，护工离开后，我像往常一样锁好门，但我没有坐在地毯上，而是搬了张椅子，坐到了他床头。我打开手机，点开了一个早就下载好的音频档，那是一段非常带劲的评书。话说那张老汉，夜半3更，行于乱葬岗之上，只听得阴风阵阵，鬼哭狼嚎。播音员那抑扬顿挫、充满悬疑感的声音，在寂静的病房里回荡，显得格外瘆人。我一边听，一边津津有味地啃着苹果，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盯着陆景琛。果然，当评书说到一只冰冷的手搭在了张老汉的肩膀上时，我清晰地看到
他的喉结非常轻微的上下滑动了一下，这是一个吞咽的动作，虽然极其细微，但我捕捉到了。我心里一阵狂喜，但脸上不动声色。我关掉评书，拍了拍胸口，自言自语道：哎呀，吓死我了，不听了不听了，睡觉。然后我故意伸了个懒腰，装作不经意的把手里的苹果核精准地扔进了离床头最远角落的垃圾桶里。做完这一切，我打了个哈欠，关掉了房间的大灯，只留下一盏昏暗的床头灯。我没有去隔壁的小房间睡，而是合衣躺在了床边的陪护沙发上，背对着他，假装睡住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房间里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我屏住呼吸，耐心地等待着。大概过了半个多西时，就在我快要真的睡住的时候，我听到了，那是一种极其轻微的布料摩擦的声音，紧接着是同样轻微的下床的脚步声。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真的起来了。我依旧保持着熟睡的姿势，一动不敢动，但耳朵已经竖成了雷达。我听到他走到了房间的角落，也就是我扔垃圾桶的方向，然后是一阵翻找垃圾桶的声音。他在找什么？找那个苹果核。我突然想起来，我啃苹果的时候是直接用手拿住的，所以那个苹果核上留下了我完整的指纹。他是在确认我的身份，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他走进了卫生间，里面传来冲水的声音，然后他又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床上。整个过程不超过5分钟，如果不是我一直醒着，根本不会发现任何异常。等我确定他已经躺好之后，我才敢悄悄地翻了个身，面对着他的方向。借着昏暗的灯光，我看到他依旧躺在那里，姿势和我睡前看到的一模一样。但这一次我知道了，这个男人，北城所有人都以为已经变成植物的天之骄子，不仅醒着，他还能下地走路，甚至有缜密的心思去处理一个可能暴露他秘密的苹果核。他在演戏，他在对所有人演戏。一个巨大的谜团在我面前展开，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车祸的真相又是什么？而我，这个被命运稀里糊涂推到他身边的人，现在成了唯一的知情者。那一瞬间，我没有感到害怕，反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我觉得，我那该死的、无聊的、被人摆布的人生，好像突然变得有趣起来了。确认了陆景琛在装睡，我的心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我是被迫营业的怨妇，现在，我是手握惊天秘密，随时可以掀桌子的友军。我开始变着法儿地试探他，或者说，调戏他。这天，护工给他换完药，正好撞上我端着一碗刚炖好的汤进来。少夫人，您真是太贤惠了。护工客套地夸了一句。我微微一笑，应该的。等护工一走，我立刻把那碗鲍鱼海参汤放到一边，然后从身后摸出了一盒自热螺蛳粉。我当着陆景琛的面，熟练地拆开包装，放好食材，倒入冷水，盖上盖子。很快，一股浓郁的、不可描述的酸笋味开始在房间里弥漫。我搬了张小桌子，就放在他床边，一边嗦粉，一边声情并茂地给他现场直播。陆景琛，你闻到了吗？这叫螺蛳粉。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闻着臭，吃着香，这味道够劲吧？是不是感觉整个天灵盖都被打通了？我一边说，一边密切观察着他的反应。他的脸依旧没什么表情，但他的鼻子非常轻微的抽动了一下。
他再忍，我心里乐开了花，故意又加重了语气，哎，你说，我要是把这汤汁不小心洒在你这几百万的床单上，你妈会不会当场表演一个原地爆炸？我看到他的眼皮跳了一下，哈哈，忍不住了吧？我玩心大起，用筷子夹起一根酸笋，伸到他鼻子前，晃了晃，来，帅哥，张嘴，我喂你啊，这可是好东西，包治百病。就在我的筷子快要碰到他嘴唇的那一刻，我眼角的余光瞥见心率监测仪上那条平稳的直线，突然向上猛地一跳，然后又迅速回落。我立刻收回手，见好就收，算了，看你这么可怜，就不刺激你了。我把酸笋塞进自己嘴里，心满意足地嚼着。我知道，他现在心里肯定把我骂了1000遍。一个嫁进来冲洗的女人，不但不尽心尽力，还敢在他的病床前吃螺蛳粉，这简直是离经叛道。但我觉得，他可能还挺喜欢这种刺激的，因为从那天起，我发现，只要我开始吐槽，或者做一些出格的事情，那台心率监测仪总会非常配合的，给出一些微小的但绝对存在的波动。它成了我们之间一种心照不宣的交流方式。比如，当我说到他二叔陆文博又在公司里安插亲信时，心率会瞬间加快；当我说到他堂妹陆瑶的 A 货包包被当众戳穿，哭着跑回家时，心率会变得平稳而有力，透着一股幸灾乐祸的劲儿。而当我说到我那个继母又打电话来要钱，被我兑回去时，心率甚至会出现一种类似喝彩的小幅度的连续跳动。这个发现让我着迷，我开始把它当成了一个特殊的听众，一个只能用心跳来打分的评委。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晚上护工离开后，我们俩的二人世界。我会跟他分享我白天遇到的所有事，把陆家那群奇葩的言行编成段子讲给他听。今天你妈又作妖了，她请了个什么法国回来的营养师，说以后你的饮食必须精确到毫克。我一看那食谱，好家伙，一天的饭量还不够我塞牙缝的。我说，妈，景琛现在最需要的是人间烟火气，不是实验室数据。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我不懂科学。我心想，他才不懂人性呢。还有你那个堂弟陆子昂，今天在走廊上堵我，想动手动脚，被我一脚踹在了你应该懂的位置。他现在估计走路都得夹着腿。你说我干得漂亮不漂亮？你要是觉得漂亮，心跳就跳快2下。话音刚落，仪器上他的心率真的砰砰的跳快了2下，我忍不住笑了出来。这种感觉太奇妙了，我们之间隔着生与死的伪装，却用一种最原始的方式建立了最深的连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装睡，也不知道他到底在谋划什么，但我知道，在这座冰冷的充满了算计的豪宅里，这个躺在床上的植物人是我唯一的，也是最忠实的盟友。我跟陆景琛的病房二人转玩得不亦乐乎，但陆家那群人显然不想让我这么清闲。最先坐不住的是二婶张兰。这天，她破天荒地提着一堆补品来看我，脸上堆满了菊花般的笑容。苏妙啊，最近辛苦你了。她拉着我的手，亲热得像是亲母女。你看你都瘦了。我心里一阵恶寒，不动声色地抽出手，二婶有事就直说吧。哎，你这孩子。她嗔怪地瞪了我一眼，然后压低声音，是这样，你二叔呢？最近在争取一个海外的大专案，但是你大伯，也就是景琛的爸爸，一直不太支持。你也知道，
景琛现在这样，公司总得有人扛起来。你二叔也是为了陆家着想啊。我懂了，这是想让我去当说客。二婶，我故作天真的眨了眨眼。我一个刚进门的冲喜媳妇，哪有资格在大伯面前说话啊？怎么没有？张兰急了，你现在可是景琛的妻子，你去跟你婆婆说说，让她吹吹枕边风，只要这专案拿下来，少不了你的好处。她说着，从包里拿出了一张卡，塞到我手里，这里面是50万，就当是二婶给你的零花钱。我捏着那张卡，心里冷笑，50万，就想收买我，但我没有拒绝。我收下卡，脸上露出一个畏难又带点贪婪的表情。那我试试吧，但不一定能成啊。能成，一定能成。张兰见我收了钱，喜笑颜开地走了。她前脚刚走，我后脚就进了陆景琛的房间。我把那张银行卡在他眼前晃了晃，看见没？你二婶给的50万，让我去给你爸吹枕边风，帮你二叔抢专案。你说这买卖，我亏不亏？心率监测仪毫无波动，看来他对这个结果一点都不意外。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你二叔对公司的业务有想法？我问。心率加快了2下，果然。行吧，既然你都知道，那我就帮你把这出戏演得更逼真一点。我拿着那张卡，直接去了婆婆赵文君的房间。当时她正在和几个富太太喝下午茶。我一进去，气氛就冷了下来。妈，我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什么事？她语气不善。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那张银行卡放到了桌上。妈，这是刚才二婶给我的。我一脸委屈，眼眶说红就红。二婶说，让我劝劝您，支持二叔的海外专案。可我觉得，景琛还躺着，公司的事，怎么能让二房的人插手呢？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啊。这钱，我不能要。我这番话说的，声泪俱下，感人肺腑。赵文君的脸色瞬间就变了，她本来就看二房不顺眼，现在我把这事一捅出来，等于是在她的火药桶上又浇了一勺油，岂有此理。她一拍桌子，把那几个富太太都吓了一跳。她张兰把我们大房当什么了？那几个富太太也开始窃窃私语，看我的眼神都从鄙夷变成了同情和一丝赞许。我成功的在婆婆和她的小姐妹面前塑造了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心只为老公着想的忠贞烈女形象。这出戏演完了，自然要回去跟我的独家观众汇报。怎么样？我这演技是不是值一个奥斯卡小金人？我得意地对着床上的陆景琛说，我不仅把你二婶的阴谋揭穿了，还顺便在你妈那刷了一波好感度。现在你妈估计都快把我当成亲闺女了。心率监测仪上出现了一连串轻快的有节奏的波动，她在为我鼓掌。我心里美滋滋的，但事情还没完。我决定要给她来点更刺激的。我拿出手机拨通了二婶张兰的电话。二婶，我带着哭腔说，对不起，我把事情搞砸了。怎么了？电话那头的张兰声音很紧张。我拿着您给的卡去找我婆婆，想帮您说好话，结果我婆婆她以为是我在挑拨离间，把我骂了一毒，还把卡给扔了。我演得声情并茂。二婶，都怪我太笨了，您的钱我也找不到了。我不仅把它卖了，还顺便黑了他50万。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我甚至能想象到张兰那张脸此刻已经扭曲成了什么样。没事，
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不怪你，是你婆婆她，太不讲道理了。挂了电话，我笑得在地上打滚。我转头看向陆景琛，喂，我刚才那段表演，你给打几分？这一次，心率监测仪没有立刻给出反应。就在我以为他是不是睡住了的时候，我听到了一阵极其压抑的，从喉咙深处发出的闷笑声。虽然只有一声，而且稍纵即逝，但我听到了。我发誓，我真的听到了。这个男人，他竟然被我逗笑了。自从我发现陆景琛能被我逗笑之后，我就解锁了新世界的大门。我的病房脱口秀内容越来越大胆，形式也越来越多样。有时候我会给他朗读财经新闻，然后用说书的口气点评各路商业大佬的爱恨情仇。话说那千亿总裁王老板为了新晋小花一掷千金，谁知那小花竟是对手公司派来的商业间谍。正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绿帽一顶头上戴。每当这时，他的心率就会变得异常活跃，仿佛在听什么绝世八卦。有时候我还会买一些特别的杂志，比如《霸道总裁爱上我》系列，绘声绘色地念给他听。女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邪魅一笑，将它抵在墙角。念到这里，我总能清晰地感觉到房间里的气压瞬间低了好几度，而那台无辜的心率仪则会发出警报般的急速跳动。我知道他在抗议，但我乐此不疲，能让北城传说中的商业帝王被迫听这些油腻的土味情话，这种体验可不是谁都有的。我们的默契就在这种奇特的日常中越来越深。他像一个沉默的树洞，倾听我所有的喜怒哀乐，而我也渐渐习惯了每天对着他说话。我甚至觉得跟一个植物人交流比跟正常人交流要轻松得多。至少他不会反驳我，不会欺骗我，更不会伤害我。这天，我正在给他念最新的八卦周刊，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接起来，电话那头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请问，是苏妙小姐吗？是我。你是？我是秦朗。秦朗，这个名字像一把生锈的钥匙，打开了我记忆里一个被尘封的角落。他是我大学时的学长，也是我曾经喜欢过的人。毕业后，他出了国，我们也就断了联系。学长，我有些惊讶，你怎么会？我回国了。他的声音里带着笑意。前几天同学聚会，听说了你的事。你还好吗？那句你的事，指的自然是我嫁给植物人的事。我挺好的。我说，我听他们说，你受了挺多委屈。秦朗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心疼。妙妙，如果你过得不开心，不要硬撑，不知道为时磨。听到他这句话，我心里并没有感到温暖，反而有些不舒服。我真的没事。学长，谢谢你关心。我客气地疏远。周末有空吗？我们见一面吧。就当是老朋友叙叙旧。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床上的陆景琛，他静静地躺着，仿佛对我们的通话毫无反应，但我却鬼使神差的不想答应。不好意思啊，学长，我周末可能不太方便，我得照顾我先生。我说出先生这两个字的时候，感觉脸颊有些发烫，而心率监测仪上那条平稳的直线突然非常愉悦的向上跳了一下。挂了电话，我心里有些乱。我走到床边，看着陆景琛那张英俊却毫无生气的脸，忍不住问道：喂，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去见他？他自然不会回答我。他是我以前喜欢的人，现在他从国外回来了，约我见面。按理说，老同学见一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吧？心率仪没有波动。可我现在毕竟是你名义上的老婆，虽然我们这婚姻跟闹着玩似的，但我要是去见前任白月光，是不是有点不守妇道？心率仪依旧很平静。切，没劲。我撇了撇嘴，算了，不问你了。一个植物人，懂什么男欢女爱？我转身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我听到了哒哒哒，非常轻微，但极有节奏的敲击床板的声音。我瞬间顿住脚步，屏住了呼吸。又是这个声音，哒哒哒，他又敲了一遍。我的大脑飞速运转，这个节奏是什么意思？一长两短，我在脑海里疯狂搜索。突然，一个东西闪电般地划过我的脑海。摩斯密码，我以前因为兴趣学过一点点，虽然忘得差不多了，但最简单的几个还勉强记得。一长两短，这是字母 D。D 是什么意思？ Don 与井号39 T Go。 别去，我试探着对着他小声地问，你的意思是不让我去？这一次他没有再敲击，但是心率监测仪上那条直线砰的一下非常用力的向上跳了一下，像一个斩钉截铁的肯定。我的心也跟着那条曲线漏跳了一拍。我看着床上那个男人，第一次感觉到了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不容置疑的强大的占有欲。他是在吃醋吗？一个植物人竟然在吃我的醋。这个认知比他会笑，比他会动，更让我感到震惊，也让我的心莫名其妙的泛起了一丝甜意。周末我最终还是没有去见秦朗，我给他发了条资讯，说我先生离不开人，便再没有理会他的回复。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从那天起，陆景琛的互动变得多了起来。他不再仅仅是用心跳来回应我，而是开始用他那根能动的食指，在床板上敲出一些简单的摩斯密码，虽然大多时候都只是一个单调的字母。比如，当我抱怨二婶又来找茬时，他会敲一个 B，bitch。当我吐槽堂妹路遥的审美时，他会敲一个 S，stupid。而当我提到我那个吸血鬼继母时，他会敲一个长长的 F。你懂的。我觉得，我可能是在全世界第一个用摩 SRC 密码跟植物人说相声的人，而陆景琛也绝对是史上最酷的捧哏。我们的病房生活充满了这种外人无法理解的乐趣，直到路遥带着一个不速之客打破了这份平静。那天下午，我正在给陆景琛念一本金融学的书，全当是胎教。路遥突然推门而入，身后还跟着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那女人我认识，叫林菲菲，一个18线的小明星，也是路遥的闺蜜，更是在陆景琛出车祸前媒体上炒得最热的他的绯闻女友。嫂子，菲菲姐听说我哥病了，特地来看看他。路遥的语气充满了幸灾乐祸，林菲菲则摆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模样，扑到床边，抓起陆景琛的手，就开始掉眼泪。景琛，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你醒醒啊，你看看我啊。那演技浮夸的我脚趾都抠出了一座芭比梦幻城堡。我站在一边，抱着手臂，冷眼看着他表演。苏小姐，
林菲菲哭够了，转头看向我，眼神里充满了敌意和审视。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了。她故意把苏小姐3个字咬得很重，不辛苦，夫妻之间应该的。我微笑着强调了夫妻2个字。林菲菲的脸色果然僵了一下。我听说你是为了钱才嫁进来冲喜的。她擦了擦眼泪，话锋突然变得尖锐。你这样的人真的能照顾好景琛吗？能不能照顾好就不劳林小姐费心了。我皮笑肉不笑，倒是林小姐，以前媒体都说你是景琛的女朋友，怎么她一出事你连面都不露，现在才想起来看她，是最近通告少了，比较闲吗？我的话直接戳中了她的痛处。林菲菲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你胡说八道什么？她气急败坏。我和景琛是真心相爱的，要不是你这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现在站在这里的应该是我。哦，我挑了挑眉，真心相爱，那敢问林小姐，你知道景琛对什么过敏吗？知道他最讨厌吃什么吗？知道他左边肩膀上有一颗小小的痣吗？我每问一句，林菲菲的脸色就白一分。这些细节都是我这段时间照顾陆景琛时自己发现的。林菲菲一个都答不上来，只能恼羞成怒地看着我。你得意什么？旁边的陆瑶见状立刻帮腔，你不过就是个高级护工，我哥他根本就不喜欢你，他喜不喜欢我轮不到你来说。我冷下脸，陆瑶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气得直跺脚。他眼珠一转，突然看到了我放在床头柜上的保温杯，那是我的午饭，一碗小米粥。他冲过去，一把抢过保温杯，拧开盖子，就朝我泼了过来。啊！我下意识地尖叫一声，闭上了眼。然而，预想中滚烫的粥并没有落在我身上。我听到哐当一声巨响，和陆瑶的一声痛呼。我猛地睁开眼，只见陆瑶摔倒在地上，保温杯掉在一边，小米粥洒了一地，而她的脚边是陆景琛那只垂在床边的穿着病号服的毫无血色的胳膊。是他伸出了手绊倒了陆瑶。虽然他的动作快得像幻觉，那只手也立刻回到了原位，仿佛从来没有动过。但刚才那一瞬间，我看到了，林菲菲和陆瑶都吓傻了。他们惊恐地看着陆景琛那只纹丝不动的手，又看了看摔在地上的陆瑶，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鬼啊！陆瑶连滚带爬地站起来，拉着林菲菲，头也不回地冲出了病房。房间里终于又恢复了安静。我看着地上一片狼藉，又看了看床上那个依旧在昏睡的男人，心脏砰砰直跳。这是我那个只会用摩斯密码捧哏的盟友，第一次在现实世界里为我出手。他为了保护我，冒着暴露自己的巨大风险。一股暖流从我心底深处缓缓地涌了上来。我走到床边，俯下身，在他耳边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轻声说，陆景琛，你刚才帅爆了。自从陆景琛出手绊倒陆瑶之后，我更加确定他不仅在装睡，他还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而我是他棋盘上最重要也最特殊的一颗子。我开始更加卖力地为他搜集情报。我不再满足于只在病房里吐槽，而是开始主动出击。我会借着散步的名义，在陆家主宅的花园里和那些爱嚼舌根的佣人套近乎。王婶，我看二太太最近好像心情不错啊。可不是吗？少夫人，听说二老爷那个海外专案就快谈下来了，
这要是成了，二房在公司的地位可就……我也会在婆婆赵文君和她的阔太姐妹团打麻将时，殷勤地端茶送水，竖起耳朵听他们的八卦。文君，你家那个老二，最近可是风光得很啊。我听说，他都绕过你家起名，直接和董事会的人接触了。哼，他那点心思，谁不知道？我把这些碎片化的资讯，一点一点地拼凑起来，然后在每晚的脱口秀时间，原封不动地转述给陆景琛。他就像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静静地听着我这个传令兵从前线带回来的战报。虽然他不能说话，但我能从他心率的起伏和偶尔敲击的摩斯密码中，感觉到他那颗冷静外表下正在飞速运转的大脑。我们之间的配合越来越默契，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件让我不寒而栗的事情。那天，我照例去主宅刷脸，路过二叔陆文博的书房时，门没关严，我听到里面传来他和儿子陆子昂的对话。爸，大哥都这样了，您那个专案还拿不下来吗？是陆子昂的声音。你懂什么？陆文博的语气有些不耐烦。你大伯那个老顽固，死活不松口，董事会那几个老家伙也还在观望，那就一直这么干等着，等不了多久了。陆文博的声音突然压低了，带着一丝阴狠。我已经安排好了，最多再过1个月，你大哥就会病情恶化，抢救无效。到那时，你大伯就算再不甘心，也只能把公司交给我。我的血液在这一瞬间几乎要凝固了。他们要对陆景琛下死手，我吓得魂飞魄散，捂住嘴，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一路狂奔回到病房。我反锁上门，整个人都在发抖。陆景琛，陆景琛，我扑到床边，声音都在颤抖。出事了，我刚才听到你二叔说，他要杀了你。床上的男人依旧静静地躺着，没有任何反应，但心率监测仪上那条直线瞬间飙升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高度。我知道他听到了，他和我一样震惊，一样愤怒。怎么办？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们要不要报警？不对，我们没有证据。我们要不要告诉你爸？可是，你连你爸都信不过，对不对？我问完，死死地盯着他的手。这一次，他没有让我失望。他的食指开始在床板上，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急促而用力的节奏敲击了起来。哒哒哒哒哒哒 S E N D Send 发送。我愣了一下，发送什么？给谁？他又开始敲，这一次是一串数字189，是一个手机号码。我立刻拿出手机，记下了这串号码。然后呢，他又敲了几个字母 CAR car 车。我皱起眉，什么意思？是让你出车祸的那辆车有问题吗？他的心率猛地跳了一下。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车祸不是意外？你是不是在车上藏了什么证据？这一次，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敲出了一个完整的单词 YES。 是。我的大脑嗡的一声，原来这一切真的都是一场阴谋，而他早就留下了后手。我明白了，我看着他，眼神无比坚定。你放心，这件事交给我，我一定把证据找出来。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冲喜新娘，也不再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我成了他的共犯，他的战友，他唯一能信任和托付的人。而我
心甘情愿。拿到陆景琛给的线索，我立刻行动了起来。当务之急是找到那辆出事的车。我先是找到了管家，旁敲侧击地问张叔，之前大少爷出事的那辆车，后来怎么处理了？管家叹了口气，哎，别提了，当时撞的都快报废了，早就被送到郊区的废车场了。哪个废车场？就在西山那边，陆家的一个私人仓库里。老爷子说，看着心烦，不让处理，就一直扔在那儿。得到了地址，我心里有了底，但下一个问题是，我怎么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去西山仓库，并且不被人发现？我把这个难题在晚上的脱口秀时间抛给了陆景琛。西山仓库安保很严，我一个少夫人突然要去废车场，肯定会引起怀疑，特别是你那个好二叔，现在估计跟只猎狗一样，到处闻味儿呢。我话音刚落，就听到了他手指敲击的声音 ，D-I-V-E-R-T Divert， 转移注意力，转移注意力。我眼睛一亮，好主意，可是用什么方法呢？他又敲了几个字母 Y-A-O， 摇，路遥。我愣了一下，随即恍然大悟，你是说利用路遥来转移他们的视线？心率肯定地跳了一下。高啊！我忍不住拍了一下大腿。路遥那个草包，脑子里除了包包就是男人，最适合拿来当烟雾弹了。一个完美的计划在我脑海里迅速成型。第二天，我偶遇了正准备出门的路遥。瑶，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要去约会啊？我热情地打招呼。路遥白了我一眼，但还是忍不住炫耀，当然了，我男朋友今天过生日，我特地订了星光餐厅的位置，要给他一个惊喜。星光餐厅？我故作惊讶地捂住嘴。哎呀，真不巧，我今天也约了朋友在那里吃饭，你说咱们会不会碰到啊？路遥的脸色立刻变得有些不自然。我心里偷笑，因为我早就查过，她那个所谓的男朋友其实是城东一个出了名的花花公子，同时交往好几个女朋友，而星光餐厅就是他最常去的约会圣地之一。路遥显然也知道这一点，他怕在那里撞见情敌，丢了面子。嫂子，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问，你能不能换个地方吃饭啊？换地方？我面露畏难，可是我都跟朋友约好了，而且我听说那里新出的甜品特别好吃。我故意把话说的让他觉得我非去不可。果然，路遥急了，他想了想，咬咬牙说，嫂子，这样吧，我给你介绍一个更好的地方，在西山那边新开的一家温泉山庄，环境特别好，私密性也强。我把我的 VIP 卡给你，所有消费都算我的，你就别去星光餐厅了，好不好？鱼儿上钩了。那多不好意思啊。我假装推辞，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就这么说定了。路遥不由分说地把一张卡塞给我，生怕我反悔似的，踩着高跟鞋噔噔噔地跑了。我拿着那张 VIP 卡，嘴角勾起一抹胜利的微笑。下午，我便开着车，光明正大的驶向了西山。就算有人跟踪，他们得到的资讯也只会是少夫人被小姑子用一张 VIP 卡收买，乐颠颠地跑去泡温泉了。一个贪小便宜、不务正业的女人，这正是我想要他们看到的人设。到了西山，我没有去温泉山庄，而是在半路拐进了一条小路，直奔那个废弃的仓库。仓库大门紧锁，但难不倒我。我从包里拿出一根早就准备好的铁丝，
对着锁孔鼓捣了一会儿，咔嗒一声，锁开了。我推开沉重的铁门，一股铁锈和灰尘的味道扑面而来。仓库里静静地停着一辆几乎被撞成废铁的黑色宾利，就是它了。我戴上手套和口罩，钻进了驾驶室。车里一片狼藉，到处都是碎玻璃和干涸的血迹。我强忍着不适，按照陆景琛的指示，开始寻找那个他藏起来的证据。car， 他当时敲的是这个词，证据就在车里。可是这么大一辆车，他会藏在哪里？我几乎把整个驾驶室都翻遍了，连座椅的夹缝都没放过，却一无所获。难道是我理解错了？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我的目光落在了方向盘中间那个沾着血迹的陆家 L 字形的车标上。我的心猛地一动，我伸出手试探着去抠那个车标，车标竟然被我抠了下来。而在车标下面是一个小小的凹槽，凹槽里静静地躺着一个米粒大小的黑色的储存卡。我找到了，我把它紧紧地攥在手心，心脏因为激动和紧张狂跳不止。有了它，就等于有了陆文博的催命符。我把车标安回原位，处理好所有的痕迹，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仓库。回去的路上，夕阳正好，我看着窗外，第一次觉得笼罩在陆家头顶的乌云好像就要散了。拿到储存卡，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交给了陆景琛。当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交付，我找了个绝对安全的读卡器，把里面的内容导了出来。那是一段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视频的画面很晃，声音也很嘈杂，但足以看清，在车祸发生前，陆景琛的车刹车被人动了手脚，并且有一辆黑色的货车是蓄意从侧面撞上来的。最关键的是，视频的最后录下了一段对话，是那个货车司机和他同伴的。搞定了，陆文博那边尾款该结了吧？放心，少不了你的，铁证如山。我把这段视频用加密的方式发送到了陆景琛之前给我的那个手机号码上。做完这一切，我才松了口气，感觉像打完了一场硬仗。喂，大功告成！我对着床上的陆景琛比了个 V 的手势。接下来就看你的了，你是准备直接把这视频甩在你二叔脸上，还是想玩点更刺激的？他的手指在床板上不疾不徐地敲了几个字母 W A I T。 Wait， 等。我皱起眉，你还想等什么？他又敲了几个字 W I L L Will。 遗嘱。我大吃一惊，谁的遗嘱？他没有再回应，但我立刻就明白了。老爷子，陆景琛在等老爷子立遗嘱。他不仅要让陆文博身败名裂，他还要在陆文博最得意，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给他最致命的一击。这个男人心机深沉的可怕，也迷人的可怕。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陆文博的专案似乎也因为大房的阻挠而陷入了僵局，他整个人都变得有些焦躁，而我则继续扮演着我那个不学无术的少夫人角色，每天不是在花园里喝茶，就是在婆婆的牌局上打瞌睡。终于在1周后，管家通知所有人去主宅开家庭会议。我扶着昏迷的陆景琛，也坐着轮椅出现在了会议室。老爷子坐在主位上，脸色凝重，他的身边站住陆家的法律顾问李律师。所有人都到齐后，老爷子清了清嗓子，
缓缓开口，今天叫大家来，是想宣布一件事，我已经让李律师立好了我的遗嘱。这句话一出，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微妙起来，特别是二叔陆文博，他虽然极力掩饰，但他眼神里那抹贪婪和期待的光根本藏不住。爸，您身子骨还这么硬朗，怎么突然说起这个？陆文博假惺惺地开口，人老了，总要把后事安排好。老爷子看了他一眼，那眼神意味深长，免得我走了以后，有些人为了家产斗得头破血流，让外人看了笑话。陆文博的脸僵了一下，李律师，你来宣读吧。老爷子摆了摆手，李律师点点头，打开了手里的档。根据陆振华先生的意愿，其名下所有不动产将由长子陆启明先生与次子陆文博先生平分。听到这里，陆文博的嘴角已经忍不住微微上扬了。其持有的陆氏集团51%的股份将全部由其长孙陆景琛先生一人继承。李律师话音刚落，整个会议室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像现了鬼一样投向了那个坐在轮椅上一动不动的植物人。什么？陆文博第一个跳了起来，脸色铁青。爸，你疯了吗？景琛他现在这个样子，怎么继承公司？你把公司交给他，不等于毁了陆家吗？我还没死呢，公司毁不了。老爷子冷冷地说。可是，没什么可是的。老爷子打断他，目光如炬。只要景琛还活着一天，他就是陆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除非，他顿了读，看了一眼旁边的我，除非景琛不幸离世，且没有留下子嗣，那么他名下的所有股份将由他的合法妻子苏妙女士代为持有，直到他为景琛生下的孩子成年。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我继承陆氏集团，我成了最大的赢家。我难以置信地看着老爷子，又看了看身边的陆景琛。这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吗？他不仅算计了他的敌人，连我也算计进去了。遗嘱宣读会不欢而散。二叔陆文博的脸黑得像锅底，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怨毒和杀意。我毫不怀疑，如果眼神能杀人，我现在已经被他千刀万剐了。回到病房，我还没从巨大的震惊中回过神来。我成了陆氏集团的第2顺位继承人。这件事就像一个荒诞的梦。陆景琛，我看着床上的人，心情复杂。这是你安排的吗？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爷爷会这么立遗嘱？他的手指在床板上轻轻敲了敲。yes。 我的心沉了一下。为什么？我忍不住问，为什么要把我牵扯进来？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等于把我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现在陆文博肯定把我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他没有回应。你把我当什么了？一颗更好用的棋子吗？我的声音带上了一丝委屈和愤怒。我以为我们是盟友，是战友，但在他心里，我是不是也只是他计划中可以随时牺牲的一环？房间里是长久的沉默，心率监测仪上那条直线也平稳得像死了一样。我突然觉得很没意思，我像个小丑，自以为是地参与了一场我根本不了解内情的游戏。算了，我自嘲地笑了笑，站起身，你好好休息吧，继承人。我转身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我听到了身后传来了一阵急促的、用力的敲击声。Not
不是。我顿住脚步，没有回头。他又继续敲 P-R-O-T-E-C-T Protect 保护，保护。我的心猛地一颤，我转过身，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你说，你是为了保护我？这一次，他的心率非常非常用力的向上跳了一下，我的眼眶瞬间就红了。我明白了，他不是在利用我，他是在用一种最笨拙也最决绝的方式保护我。他知道陆文博狗急跳墙，一定会对我下手，所以他让爷爷立下这样的遗嘱，把我变成了陆氏集团名义上的主人。这样一来，我就不再是一个可以随意拿捏的冲喜新娘。我的安危直接和整个陆氏集团的未来捆绑在了一起，动我就等于动陆家的根基。这个男人，他躺在床上，无法言语，无法动弹，却为我铺下了一条最安全的后路。他把我纳入了他的羽翼之下。你这个笨蛋！我吸了吸鼻子，走回床边，俯下身，看着他苍白的脸。谁要你保护了？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心里却像是被什么温暖的东西填得满满的。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秦朗。我本来想挂断，但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妙妙，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电话那头，秦朗的声音非常严肃。关于陆景琛的车祸，我心里一惊。你知道什么？我有一个朋友在交管局工作，我让他帮忙查了陆景琛车祸的卷宗。秦朗说，我发现那场车祸的肇事司机在事后拿到了一大笔钱，然后就人间蒸发了。而给他打钱的那个账户，我查到了，最终指向的是……他顿了读，是谁？我追问。是陆氏集团的一个副总，叫陈峰。陈峰，这个名字我有点印象，好像是二叔陆文博手下的得力干将。而且，秦朗继续说，我还查到，这个陈峰和陆景琛的亲叔叔陆文博私交甚密。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虽然我早就猜到是陆文博干的，但当证据链被这样清晰地摆在面前时，那种冲击力还是让我感到一阵寒意。自己的亲侄子，他怎么下得去手？妙妙，你现在在陆家，太危险了。秦朗的声音里充满了担忧。你听我的，尽快离开那里。陆家就是个龙潭虎穴。我知道了，谢谢你，学长。我挂了电话，心情沉重。我看着床上的陆景琛，低声说，你的仇人不止一个，而且他现在已经快要没有耐心了。我们都知道，最后的决战马上就要来了。秦朗的电话像一个信号，预示着暴风雨的来临。陆文博在遗嘱上吃了大亏，又迟迟拿不下海外的专案。他已经像一头被困住的野兽，随时准备做最后的反扑。而我，这个名义上的第二继承人，自然成了他最碍眼的存在。我能明显感觉到，别墅里的气氛越来越诡异。那些平日里对我还算客气的佣人，看我的眼神开始变得闪躲。我点的餐会不小心被送错，我走在花园里，会恰好有花盆从楼上掉下来，就砸在我脚边。我知道，这是陆文博的警告，他在用这些上不了台面的小动作试探我，恐吓我，想让我知难而退。我没有退，我依旧每天该吃吃，该喝喝，该吐槽吐槽。只是我随身多带了一根录音笔和一根小巧的电击棒。我在等他失去所有的耐心，
露出最致命的獠牙。这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给陆景琛讲着公司里的八卦。你那个叫陈峰的副总，今天在会上被你爸骂了个狗血淋头，据说是因为一个数据错误，导致公司损失了好几百万。我看他那脸色，估计想死的心都有了。我一边说，一边观察着陆景琛的反应。果然，他的手指开始敲击。O-T-H-I-M，Not him， 不是他，不是他。我愣了一下，什么意思？数据错误不是他搞的鬼。他又敲 M-Y-P-E-O-P-L-E，My people， 我的人。我倒吸了一口凉气。陈峰，是你的人。心率肯定地跳了一下，我的大脑飞速运转，瞬间就想通了。陆景琛早就知道陆文博的计划，所以他提前在陆文博身边安插了自己的人。这个陈峰表面上是陆文博的心腹，实际上却是陆景琛的卧底。而今天会上那个所谓的数据错误，根本就是陆景琛授意陈峰故意放出的一个烟雾弹，目的是为了麻痹陆文博，让他以为大房这边已经乱了阵脚，好一招无间道。你到底还瞒着我多少事？我看着床上那个男人，感觉自己像在看一个怪物。他的心机，他的布局，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就在这时，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短信，来自那个我发送视频的神秘的号码。短信内容很短，今晚动手。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今晚陆文博要在我眼皮子底下对陆景琛动手。我立刻看向床上的陆景琛，他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心率监测仪上那条直线开始不规律地跳动起来。别怕，我俯下身握住他那只冰冷的手。有我呢。我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说出这句话，但我知道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面对。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要死一起死。我把房间里所有的灯都关掉，只留下一盏最暗的壁灯。然后我从柜子里拿出了一样东西，一个我前几天偷偷从保安室借来的小型的无线摄像头。我把它藏在了正对着大床的一个盆栽的叶子后面。做完这一切，我躺在了陪护的沙发上，闭上眼，假装睡住了。但我放在被子里的手却紧紧地攥着那根电击棒。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深夜万籁俱寂。我听到了门锁处传来一阵极其轻微的金属摩擦的声音。他来了。门被悄无声息地推开了一条缝，一个黑影像猫一样闪了进来。借着窗外微弱的月光，我看清了来人的脸，不是陆文博，而是他的儿子陆子昂。他手里拿着一个枕头。我心里一沉，他们是想用枕头把陆景琛闷死，这样一来就可以伪造成植物人常见的呼吸衰竭的假象。好歹毒的计策。我依旧躺着莫动，只是将手里的电击棒攥得更紧了。陆子昂蹑手蹑脚地走到床边，看着床上昏睡的陆景琛，脸上露出一抹狰狞而兴奋的笑。大哥，别怪我。他压低声音，语气怨毒。要怪就怪你太碍事了。你放心，等你死了，你的公司，你的老婆，我都会好好照顾的。说着，他举起了手里的枕头，对准了陆景琛的脸，狠狠地压了下去。就是现在。我猛地从沙发上弹起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手里的电击棒狠狠地捅向了陆子昂的后腰。
滋啦，一声刺耳的电流声响起，陆子昂浑身剧烈地抽搐了一下，两眼一翻，整个人像一滩烂泥一样软倒在地。我看着倒在地上的陆子昂，心脏还在狂跳，但我知道这还没完。陆子昂只是个马前卒，真正的主谋还在后面。果然，没过多久，房门又被推开了。这一次，走进来的是陆文博。他看到倒在地上的儿子和站在一旁的我，脸色瞬间大变。你没睡着？他惊恐地看着我。二叔，这么晚了，你来我房间做什么？我冷冷地看着他，手里还握着那根电击棒。陆文博的眼神从惊慌迅速转为了狠厉。事已至此，他知道已经没有退路了。小贱人，我本来还想让你多活几天。他从身后竟然拿出了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就送你们叔侄俩一起上路。他说着就朝我扑了过来。我下意识的后退，却被床脚绊了一下，整个人向后倒去，摔在了陆景琛的身上。陆文博见状，眼中凶光大盛，举起匕首就朝我的心脏狠狠地刺了下来。完了，我闭上了眼，脑子里一片空白。然而预想中的剧痛并没有传来，我只听到扑哧一声利刃入肉的声音和陆文博的一声闷哼。我猛地睁开眼，眼前的景象让我永生难忘。陆景琛，那个躺了几个月的植物人，不知何时已经坐了起来。他用自己的手臂死死地挡在了我的身前，而那把锋利的匕首正深深地插进了他的小臂，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病号服。你，陆文博看着突然活过来的陆景琛，吓得魂飞魄散，语无伦次。陆景琛没有理会他，他那双深邃的眸子在昏暗的光线下像两簇燃烧的火焰。他缓缓地抬起另一只没有受伤的手，快如闪电地扼住了陆文博的喉咙。你该死！这是我几个月来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沙哑低沉，却带着一种地狱修罗般的气场。他只用了3个字就宣判了陆文博的死刑。陆文博被陆景琛单手提着，像一只被扼住喉咙的鸡，脸上写满了恐惧和绝望。景琛，你听我解释。他艰难地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解释。陆景琛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留着，去跟远景解释吧。话音刚落，病房的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一群穿着制服的远警蜂拥而入。带头的是陆景琛的父亲陆启明。他看着房间里这堪比电影情节的一幕，脸色铁青，对着身后的远景沉声说道：我二弟陆文博涉嫌蓄意谋杀，倒在地上的是他的儿子陆子昂，他们都是人证。陆文博和陆子昂当场被远警带走，而我则傻傻地坐在床上，看着那个手臂上还插着刀却依旧稳如泰山的男人，大脑一片空白。原来这一切真的都在他的计算之中。他故意放出陈峰这个破绽，引诱陆文博动手。他算准了陆文博会选择在今晚这个他认为防备最松懈的时刻。他甚至连远景都提前安排好了。他导演了这整场戏，唯一的目的就是让陆文博在人赃并获的情况下再也无法翻身。而我，那个舍生忘死拿着电击棒准备拼命的小丑，只不过是他这出完美大戏里一个锦上添花的道具。一股巨大的失落感将我淹没。你的伤
我看着他手臂上触目惊心的伤口，声音干涩，皮外伤，他看都莫看一眼，只是用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静静地看着我。医生和护士很快就冲了进来，房间里一阵兵荒马乱。我被请到了外面的客厅。陆启明，这个一直以来都像个隐形人一样的大家长，走到了我面前。今天，谢谢你。他看着我，眼神复杂。如果不是你，景琛他，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我垂下眼，你是个好孩子。他叹了口气，从怀里拿出了一张支票，递给我。这里是5000万，算是陆家给你的补偿。你和景琛的婚姻本就是一场交易，现在交易结束了，你可以拿着这笔钱去过你自己的生活。他说得很委婉，但我听懂了，这是在让我拿着钱滚蛋。也是，陆景琛醒了，我这个冲洗的工具自然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我看着那张支票，突然觉得很可笑。我拼了命守护了他的秘密，守护了他的人，到头来在他和他家人的眼里，我终究只是个可以用钱打发的外人。我没有接那张支票，我只是站起身，对着陆启明深深地鞠了一躬。爸，照顾好他。说完，我没有再回头，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了这栋我住了几个月的金碧辉煌的牢笼。外面的天快亮了，我深吸了一口清晨微凉的空气，感觉好像一场大梦终于醒了。也好，游戏结束了，是时候回到我自己的生活里去了。我搬回了自己那个狭小但温馨的出租屋。我没有要陆家的5000万，也没有带走任何不属于我的东西。我拉黑了继母的所有联系方式，换了个新手机号，然后找了一份普通的工作，准备重新开始。陆家那边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传来，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陆氏集团二把手陆文博因谋杀亲侄未遂而被捕的新闻。陆景琛的名字也再次登上了财经头条。那个曾经的植物人，以一种王者归来的姿态，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他雷厉风行的清洗了公司内部所有二房的势力，推出了几个震惊业界的新专案。他还是那个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天之骄子，而我则像一颗被遗忘的尘埃，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他的世界里。有时候我也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那段荒唐的日子，想起那个躺在床上只会用摩斯密码和我交流的男人，想起他为了保护我而伸出的那只手，想起他挡在我身前任由刀子插进手臂的那个瞬间，然后笑笑自己太傻。那或许也只是他剧本里写好的一幕。毕竟像他那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对一个满嘴跑火车、爱吃螺蛳粉的冲洗新娘动真心呢？生活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直到1个月后的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我那破旧的社区楼下停了一排我这辈子只在电视上见过的顶级豪车，一群穿着黑西装的保镖站在车边，气场强大的让路过的大爷大妈都绕道走。而为首的那辆劳斯莱斯的车门开了，一条修长的腿迈了出来。紧接着我看到了那张无数次出现在我梦里的英俊的脸，陆景琛。他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手工西装，手臂上还缠着一圈淡淡的纱布。他瘦了一些，但精神很好，整个人像一把出鞘的利剑，锋芒毕露。他就那么站在那里看着我，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成了他的背景板。
我愣在原地，不知道该作何反应。他朝我走了过来，一步一步，像是踩在了我的心跳上。他最终停在了我面前。玩够了，他开口，声音比我记忆中更多了一丝磁性。陆总，您有什么事吗？我低下头，客气而疏离。苏妙，他叫我的名字，语气里带上了一丝无奈。你是不是觉得我让你父亲给你那张支票，是想赶你走？我没说话，算是默认了。他突然笑了，那是给你的军饷。他说，让你去组建自己的团队，收购你继母家那家快要破产的公司。我以为你会懂。我猛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他。我等了你1个月。他看着我，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深情和一丝委屈。我以为你会拿着那笔钱杀回来，然后指着我的鼻子说，老娘现在也是霸道总裁了，以后你归我管。我的眼眶瞬间就湿了。这个该死的男人，他的脑回路为什么总是这么清奇？谁要管你？我红着眼，嘴硬道，你要。他上前一步，将我拥入怀中。那个怀抱很温暖，很结实，带着一股熟悉的让我安心的雪松味。苏妙，他在我耳边用一种近乎蛊惑的低沉的声音说，我的病还没好全。什么？医生说我这病有后遗症。什么后遗症？我紧张地问。他低下头，滚烫的唇贴着我的耳朵，一字一句缓缓地说，后遗症就是以后每天晚上要是听不到你的吐槽，我就会失眠。我的脸轰的一下全红了。所以他轻笑一声，吻了吻我的耳垂。陆太太，为了你先生的健康，今晚的税后服务可以开始了吗？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记得常回来看看。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咱们下期见。